同一个朱瞻基，两个完全不同的人，朱亚文 vs 程毅，谁更接近真实的明宣宗？就单纯假设一下，如果2019年《大明风华》里朱瞻基这个角色不是朱亚文演，换成今天的程毅，结果会一样吗？反过来，如果2京15日的朱瞻基不是程毅，让朱亚文来，又会是什么画风？我觉得不会一样，而且差别会非常大。今天这期视频就聊一件事，同一个历史人物，明宣宗朱瞻基被2个演员、2部剧、2套完全不同的创作思路拿去演绎，谁演得好？谁更对？或者说，有没有可能根本就没有对这个说法？行，咱们一层一层来拆。第一个维度，也是我觉得最多人忽略的一个，剧本基因。大明风华是什么？它改编自网络小说《六朝纪事》，作者连晋逐一。这部小说的内核，说白了，是一个古代言情故事。它的核心驱动力是孙若微和朱瞻基之间的爱情，是靖难遗孤和皇室子孙之间那种命运纠缠。朱瞻基在这个故事里，他的第一身份不是帝王，是男主角。你想想看，一个言情故事里的男主角需要什么？他需要会撩，需要深情，需要在强势和温柔之间切换。所以朱亚文演的那个朱瞻基，前期那个有点娘的感觉，那个被网友总结为东厂气质的状态，怎么说呢？那不是朱亚文的问题，那是剧本给他的空间就是那样的。朱亚文自己在采访里说得很清楚，这是人物身上的保护色。他说朱瞻基在爷爷朱棣的阴影下，在2书3书的虎视眈眈里，必须表现得玩世不恭，表面不着调，才能活下来。这个解读对不对？从剧本逻辑上说，完全说得通。但问题是，观众不买账。为什么？因为这种保护色的演法需要一个巨大的前提，观众得先理解朱瞻基的处境。而《大明风华》前几集恰恰没有把这个处境讲清楚，节奏太快，信息太密，观众还没来得及共情朱瞻基的困境，就先看到他在那儿撩妹耍宝，嘻嘻哈哈，第一印象就偏了。好，现在看2京15日，完全不同的基因。马伯庸的原著小说灵感来自明史里短短40个字，夏4月，以南京地屡震，命往居首。5月庚辰，仁宗不遇，喜书召还。6月辛丑，还至良乡，受遗诏，入宫发丧。40个字，从南京到北京15天，中间发生了什么？史书没说。马伯庸用70万字去填充这个空白。这个故事的朱瞻基，他的第一身份不是男主角，是逃亡者。一个在宝船爆炸中死里逃生的太子，必须在15天内跑2200里回北京登基，否则皇位就没了。你感受一下这2个剧本给演员的空间，一个要你撩，一个要你跑，一个要你在宫廷里跟女人谈恋爱，一个要你在泥浆里跟死亡搏斗，角色的起点就完全不一样。哦，对了，还有一个特别关键的差异，导演。大明风华的导演张挺，他之前的代表作大家可能不太熟，但2京15日的导演是谁？张黎，就是拍大明王朝1566走向共和人间正道是沧桑那个张黎。说实话，读到张黎执导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愣了一下。因为你知道吗？张黎是中国历史正剧的天花板级导演。他拍历史剧有一个特点，他不把历史当背景板，他把历史当主角。在他的剧里，人物是为历史服务的，不是历史为人物服务。这个创作哲学直接决定了程毅版朱瞻基会是什么样。稍微跑个题，但这事儿跟今天聊的有关。张黎调教演员有个说法叫形神共生。据报道，程毅为了这个角色提前研读明宣宗实录，自己写了人物小传。这种准备方式跟朱亚文当年看2集剧本就决定接戏是完全不同的创作路径。不是说哪种好哪种坏，但区别是真实存在的。行了，说完剧本基因，第2个维度，角色弧光。什么叫角色弧光？就是一个角色从 A 点走到 B 点的变化过程。
朱亚文的朱瞻基，他的湖光是这样的，从一个在爷爷庇护下装疯卖傻的皇太孙，变成一个独当一面的帝王。有人专门分析过，朱亚文把这个角色分成了好几层，在朱棣面前毕恭毕敬，在父亲面前挺身而出，在二叔三叔面前装可怜，在孙若微面前深情。有篇豆瓣影评说的挺到位，朱亚文让这个角色更接近于一个真实的人，这话我同意。朱亚文的朱瞻基不是那种端着架子的帝王，他是一个活在夹缝里的年轻人。特别是他在朱棣面前知道孙若微是靖难遗孤那场戏，从谈笑风生到瞬间跪地求饶，那个转变的速度和力度，我重看了2遍，确实有东西。但这个湖光有一个问题，他太依赖感情线了。朱瞻基的成长从头到尾都和孙若微绑在一起，你把孙若微这条线拿掉，朱瞻基的帝王之路就塌了一半。这不是朱亚文的问题，是剧作结构的问题。言情剧的基因决定了男主角的成长必须通过爱情来推动。诚意的朱瞻基呢？从目前放出的信息来看，这个角色的湖光是从纨绔太子到铁血帝王。百度百科对原著角色的描述是：初期性格带有自恋与优越感，并怀有对自身价值的焦虑。在15日的逃亡中，朱瞻基直面民间疾苦，从一个天真储君逐渐成长为能担重任的帝王。你注意这个区别，推动成长的不是爱情，是民间疾苦，是沿着大运河逃命的这15天里，他看到的底层百姓的生活。这是一条完全不同的成长路径。这个部分我还没看到正片，所以只能基于原著和预告片推测，你们自己判断。但如果张黎真的按照原著的这条线走，那诚意版朱瞻基的湖光会比朱亚文版的更厚重。不是说朱亚文演的差，而是他的剧本没给他直面苍生的空间，他的剧本给他的是直面爱情。第3个维度，演员气质匹配度，这个最有意思。朱亚文一直被叫行走的荷尔蒙，他身上最强的标签是什么？是男人味，是阳刚，是那种糙汉子的魅力。你看他之前的代表作《闯关东》《北上广不相信眼泪》《红高粱》，全是硬汉角色。然后他接了朱瞻基，结果观众说他娘，说他有东厂气质。这里面有个特别值得琢磨的问题，观众到底在骂什么？骂的是朱亚文的演技吗？不完全是，骂的是期待落差。大家带着行走的荷尔蒙的期待去看他演朱瞻基，结果看到的是一个在宫廷里左右逢源、软硬兼施的撩人精。这跟大家心里那个糙汉子朱亚文差太远了。换个角度想，如果朱亚文之前没有荷尔蒙这个标签，观众对同样的表演可能反应完全不一样。诚意呢？他身上的标签是古装美男，从琉璃到莲花楼，他的长相是清冷、俊逸，那种带点文人气的古装扮相。但朱瞻基是什么人？好，这就到了第4个维度，历史还原度。真实的明宣宗朱瞻基长什么样？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一幅明宣宗坐像，广额阔仪，双耳垂肩，眉宇间既有朱棣的英武，又有仁宗的温润。史书说他英气一面，但光看脸没用，关键是这个人的性格和做派。历史上的朱瞻基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第一，他是马上天子，12岁就跟着朱棣征漠北，亲自统领右军演习战阵。26岁亲征平定汉王叛乱，半个月荡平敌营。蒙古乌良哈布见他的旗帜就下马投降。这是一个真正上过战场的皇帝。第二，他是文艺天才，书画造诣极高，传世的《武侯高卧图》《瓜黍图》都是精品，推动宣德炉、祭红釉瓷的创新。你今天去博物馆看到的那些宣德年间的东西，很多跟他个人审美直接相关。第三，他是促织天子，爱斗蟋蟀爱到什么程度呢？命官窑专门烧制蛐蛐罐，比喻用瓷器还精细。蒲松龄写《聊斋志异》里那篇促织，讽刺的就是他。第四，也是最让人唏嘘的，他36岁就死了，盛年病逝，仁宣之治戛然而止。临终前紧急召见内阁，罢采买，
停营造，一照诸事从简。这么一个人，你让谁演都难，因为他太多面了。朱亚文的优势在于，他的年龄和阅历可以撑住朱瞻基后期登基为帝之后的那份沉稳和城府。他的问题在于，他的外形气质跟朱瞻基的文艺天才那一面有距离。你让行走的荷尔蒙去演一个会画瓜属图的皇帝，确实有点违和。程毅的优势恰好相反，他的清冷文人气天然就跟朱瞻基的艺术家那一面贴合。从预告片来看，他的战损泥浆造型也证明他能扛住马上天子的一面。但他的潜在问题是，他能不能在帝王的威严感上给到足够的重量？这部分我不是100%确定，因为正片没出来，预告片能看到的信息有限。但根据目前放出的物料来看，张黎民现在有意识地引导程毅往刚的方向走，泥潭搏斗、运河爆破、战船打戏，这些都是在弥补程毅以往清冷美男标签可能带来的局限。啊，对了，我忘了说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程毅在2京15日之前其实已经演过明朝戏了。在2022年的《山河月明》里，他就演过角色，虽然那不是朱瞻基，但至少说明他对明代题材不算完全陌生。好吧，我知道我扯远了，拉回正题。第5个维度，也是最现实的一个，市场时机。大明风华播出的2019年是什么市场环境？那是古装剧大爆发的年代，大女主、宫斗、权谋，什么都有。观众的阈值已经被《琅琊榜》《甄嬛传》抬得很高了。在那个背景下，大明风华要做的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平衡，既要满足言情观众对 CP 的期待，又要满足历史剧观众对质感的要求。结果两头都没完全讨好。豆瓣最终评分在6.0到6.6之间，及格，但离好有距离。2026年的市场呢？现在观众对什么买单？是质感。从长安十二时辰到风起陇西到显微镜下的大明，马伯庸这个名字本身就已经成了历史质感的代名词。张黎导演更不用说，这两个名字绑在一起，等于给观众打了一针这不是普通古偶的预防针。程毅占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机，他带着古装剧顶流的号召力，进入一个马伯庸加张黎的正剧框架里。如果这个角色他接住了，那就不只是演了一个好角色的事儿，是从古偶演员向正剧实力派跨越的关键一步。说到这里，我想到一个事情，有人说程毅的演技有争议，特别是去年《富山海》被吐槽不少。这个我知道，我也看了相关讨论。但怎么说呢？一个演员在不同剧里的表现差距，很多时候不是演技突然变差了，而是剧本和导演给的空间不一样。张黎给的空间跟一般古偶导演给的空间根本不是一个量级。不对，等一下，我重新组织一下这个想法，说的准确一点。我的意思不是说好导演就能救一切，而是说程毅这个演员的特点是，他在好剧本和好导演的加持下，上限可以非常高。莲花楼就是证明。2京15日如果也能达到那个水准，不，如果张黎能做到他一贯的水准，那程毅的表演大概率不会让人失望。好，5个维度都过了一遍，现在回到最开始那个假设，如果2019年大明风华里的朱瞻基换成程毅，结果会一样吗？我的回答是不会，但不一定更好。因为大明风华的剧本基因就是言情，他需要的是一个会撩的男主角。朱亚文至少在撩这个维度上是达标的，人家网友自己都说朱亚文太会撩了，还上了热搜。你让程毅去演一个言情框架里的朱瞻基，他的清冷气质反而可能不够暖。反过来，如果2京15日让朱亚文来演逃亡的朱瞻基，行走的荷尔蒙在泥浆里打滚，画面倒是不违和。但朱瞻基那个从自恋太子到民生帝王的内在蜕变，朱亚文能不能在细腻这个维度上给到足够的层次？我不确定。长话短说，不是谁演得好谁演得差的问题，是2套完全不同的创作逻辑，2个截然不同的市场环境，2种不一样的角色需求，恰好选了2个气质不同的演员。但如果你非要我做一个判断，
我个人更期待诚意这一版。原因很简单，朱亚文版的朱瞻基我已经看完了，它有精彩的地方，特别是中后期帝王戏的部分，变色龙式的演技确实有功力。但整体受限于剧本，朱瞻基这个角色只展现了宫廷里的男人这一个维度。而历史上真实的朱瞻基是一个在战场上让蒙古人下马投降的人，是一个沿京杭大运河冒死回京的人，是一个36岁盛年崩逝前依然在操心天下苍生的人。这些面相，大明风华都没有给到。两京15日至少从框架上来说，给了这些面相生长的空间。马伯庸的原著已经打好了这个底子，张黎的镜头语言有能力呈现这种厚度，诚意如果能接住，那我们可能会第一次在电视剧里看到一个完整的朱瞻基。我可能说的不对，但根据目前的情况，我倾向于这个方向。最后一个问题留给你们，你们觉得一个皇帝角色的成功到底是由演员决定的，还是由剧本决定的？如果你说都有，那比例是多少？演员占几成，剧本占几成？评论区聊聊。对了，两京15日目前确认爱奇艺独播40集，具体播出时间还没定，但预告片已经出了。如果你们有兴趣，我可以在正片上线后做一期详细的剧评，到时候咱们再回来看今天这些分析，验证一下。好了，这期就到这里，觉得有意思的话点个关注，我们下期见。